盘点阿罗拉特有的10种地区形态。1、雷丘。众所周知，皮卡丘和雷丘都是关东地区就已经出现的宝可梦，但是到了阿罗拉地区后，雷丘就开始出现了不同的地区形态。至于为什么不是皮卡丘有不同的形态，我想大家都清楚，这么高人气的宝可梦随便改变形态，那就有可能遭受到粉丝的口诛笔伐。于是向来人气一般的雷丘就成了那个被改变的宝可梦。虽然皮卡丘没有改变形态，但是到了阿罗拉地区的皮卡丘要进化的话，也只能进化成阿罗拉雷丘，也就是这个尾巴看起来像是个冲浪板的陆地冲浪手，而阿罗拉雷丘的属性也变成了电系加超能系，其他变的也都是种族分配和特性，而冲浪之尾想必在第7世代卡普明明也能组成电气兄弟，但就算这样还是不如关都雷丘的避雷针，而且双属性搭配的阿罗拉雷丘弱点也是多于关都雷丘的，所以这个形态现在也就只能摆看了。2、椰蛋树。椰蛋树的前身是蛋蛋，而蛋蛋和皮卡丘一样，去了阿罗拉地区变化的也就只有变种而已。但在进化后，阿罗拉的椰蛋树就会从草系超能系变成草系龙系，个子也会因为阿罗拉日照充足的缘故变得非常的高，而且这个地区形态可比原本要学的招式要多得多。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能会戏法空间，加上种族分配提高了攻击，减少了速度，是个很不错的空间手。3、嘎啦嘎啦。关东地区的嘎啦嘎啦是地面系宝可梦，而在阿罗拉地区的嘎啦嘎啦为了适应那里的环境，就只能和同伴抱团取暖，学习操纵火焰保护自己，而火焰据说也是源自于他们母亲的灵魂，所以属性变成火系幽灵系也不怎么奇怪了。而在游戏里，因为阿罗拉嘎啦嘎啦速度不快，所以非常适合当个空间输出，配上丰富的技能池还是蛮不错的。4、喵喵。喵喵和上面说过的宝可梦不同，因为在阿罗拉地区它是有不同形态的，甚至包括进化型猫老大也都是发生了改变。它们除了名字和种族一样，完全可以理解成是一只全新的宝可梦。而阿罗拉喵喵之所以栖息在阿罗拉地区的理由也是非常神奇，因为在古代它们是被用来当做礼物进贡给这里面的王族，享受着奢侈的生活，所以哪怕是王朝覆灭后，它们沦为野生宝可梦，也都保持着骨子里的韧性和骄傲。像是动画里火箭队喵喵就没少被阿罗拉喵喵给作弄，可见它的智商是有多高了。5、九尾。九尾想必大家都非常熟悉了，早在第1世代它就已经登场，并且每次出场都很惊艳，而且据说它能够活1000年，而小刚就短暂拥有过一只6尾，虽然没进化就送走了，有点遗憾，但真正让人记忆犹新的还是小智他们曾碰到过一只等待主人200年的九尾，而这只九尾因为主人消失的原因被困在球的附近不能离开，最后还是小智破坏了精灵球，这才让九尾恢复了自由。而阿罗拉九尾同样也是非常神秘的宝可梦，在被知道是九尾的地区形态前，一直都被人们奉若神明的化身。要说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应该就是毛色的不同了。当然属性上也从纯火变成冰加妖精系，但总的来说都很好看就对了。6、穿山王。穿山王在别的地区都是纯地面系，但唯独在阿罗拉地区则是变成了冰系加钢系。而之所以发生的变化的原因是阿罗拉的穿山王本来就是生活在沙漠里的宝可梦，可在火山喷发的时候，他们就都全逃到了雪山，久而久之也就适应了这里，变成了现在的阿罗拉穿山王。而在动画里有一只疑似霸主的阿罗拉穿山鼠，就用马马内挖出的冰之石进化成了阿罗拉穿山王，加上先前莉莉爱和白滚滚帮助他们赶走误入这里的班基拉斯，于是在分开前他就送了莉莉爱一块冰滴报答他。由此可见宝可梦是真的比较单纯。7、龙龙岩。别的地区形态画风都很正常，但到了龙龙岩开始就逐渐变得有点诡异起来，从小圈石到龙龙石，最后到龙龙岩。阿罗拉地区形态下，它们都比起原本来说毛发要更加旺盛，小圈石体现在眉毛上，龙龙石则是体现在眉毛和手臂上，而最离谱的还得是龙龙岩，因为它直接就多出了一茬大胡子，在对比下原本的光秃秃一片，就明白这变化是有多大了。除此之外，原本岩石加地面系的属性也变成了岩石加电系，按照对战的角度来看，抗性的确比原本要好上了不少，但无论有没有改变，会用它们的几乎没有。8、3D 鼠。
3D 鼠和龙龙岩相似，改变最大的应该就是多了3顶非常时髦的假发，并且嘴巴也像是涂了口红那样，和原本3D 鼠有着非常不同样的画风。但比起龙龙岩来说，阿罗拉3D 鼠的抗性就没有原版的要好了。但不管有没有人用，阿罗拉3D 鼠也算是让人耳目一新了。9. 臭臭泥。光从名字就能看出，臭臭泥是一只非常臭的宝可梦，而提起它后，就总能想到小智那只非常粘人的臭臭泥。当然，小智这只只是个例，毕竟野外的臭臭泥还是挺凶的，但因为太臭，所以平时也经常受到驱逐。加上随着环境治理变好，臭臭泥也被认作是迟早要灭绝的宝可梦。也是为了防止它灭绝，喜欢臭臭泥的训练家特意制造了人工污泥地，让它存活下去。这么给力的粉丝是真的不多见了。至于阿罗拉臭臭泥，比起原版来说更能让人接受，主要还是他们身上不仅没有臭味，还非常沉稳友好，但缺点就是非常喜欢吃，而它5颜6色的原因就是体内沉淀了上百种毒素，所以还是挺危险的。10. 拉达。拉达和皮卡丘这些高人气的电气鼠不同，它的设定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那种大老鼠，不仅数量多，还非常的凶。而阿罗拉拉达比起普通拉达来说，又更加的贪婪，而且主要居住在城市里。记得在日月篇的时候，阿罗拉拉达就会让小拉达去收集食物，而且只吃那些新鲜水果和高级食材，给城市带来了极大的灾难。最后还是小智请猫鼬探长出来帮忙，这才解决了这次鼠患。好了，以上就是阿罗拉地区特有的10种地区形态了，你们觉得哪种设计的最成功呢？